大家好，我是 Seth。在本次教程视频中，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别名、标签以及模板这三个功能。当我们想要对某个块进行引用时，例如我们想象天天写作我会变得怎样，在我们这个块里面去引用它，那我们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拖拽，选择引用；另一种方式是拷贝，粘贴，选择引用；还有一种方式是输入 at 符号，然后通过文字来匹配到我要找到这个块，然后回车引用它。但是如果我们的块内容很常见，或者说它的内容会出现在多个块里面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去找会比较低效。那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个别名，然后通过这个别名去引用它。那这样子的话会更高效，因为别名是全局唯一的。比如说，我想通过别名来引用天天写作我会变得怎样这个块，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别名，方法是在块菜单中选择配置块，或者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快捷键。然后在别名这里给它一个别名，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别名。好，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的渲染的方式会不同了。另外，我们输入 at 符号，然后用写作，通过别名来匹配的结果都会出现在最顶端。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匹配呢就会更简单。好，另外一点就是有了别名的块儿，它可以当做一个标签来使用，也可以当做一个页面来使用。因为无论是标签还是页面，本质上都是对这个块的一种引用形式，所以只要有了别名，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别名来引用这个块，无论是以标签的形式引用，还是以页面的形式，也就是块，也就是行内引用的形式去引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用途。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使用它作为一个标签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把它放置在标签列表中。如果我们更多的是使用它作为一个页面，那么就可以选择把它放置在页面列表中。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放置在页面列表中，那么我们在页面列表这里刷新一下列表，就可以看到它出现在我们的页面列表中。如果我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标签来使用，那当然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它不是。假设说它是，那么我们把它放置在标签列表中。我们再到标签列表来，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出现在标签列表中了。当然我们叫它页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别名，带有别名的块儿，它可以是标签，可以是页面。出现在哪个列表里面，并不影响它的使用。比如说，它现在出现在标签列表里，那我仍然可以使用 at 符号去加一个行内引用。我也可以通过 sharp 符号来去打这个标签。也就是说，它出现在哪个列表里面其实是不影响的，只是说方便我们平时自己管理的时候去标签列表中看，还是说去页面列表中看。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思考。思考这个块儿，我给了它两个别名，因为对于我来讲，无论是用思考这个名字，还是用想法这个名字，它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它对应的是对我来讲是一件事情，一个概念。所以说，无论我想通过思考去引用它，还是通过想法去引用它，都应该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多个别名，比如说我这里面就配置了两个别名，那我可以通过思考去引用它，也可以通过想法去引用它。例如，在我们这边，我以思考的这个名字打了个标签，然后在下边以想法这个名字做了一个行内引用。这两种呢都是对应到同一个块的。那我们在这个块的引用方里呢，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多别名的另外一个用处。好，那么相对的，一个实体可以有多个名字，对吧？那就是说一个块可以有多个别名。当然，我也可以有一个名字对应到不同的概念，对应到不同的实体。比如说，我爱吃苹果和苹果又出了新 iPhone，那这里面显然这个苹果指向的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两种不同的事物。虽然他们用的名字都是苹果这个名字，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给别名的时候应该怎么给呢？因为别名是全局唯一的，所以说我们不能给两个块同样的一个苹果这个名字，我们必须得把名字区分出来。上面的这个呢，我们可以就叫它苹果。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浮动工具条上的这个 Command O 这个命令，就是这个圈 A 这个命令来生成相应的引用，并创建这个实体。那如果我们到页面列表中的话，可以看到苹果出现在这里了。那另外的这个苹果呢，苹果又出了新 iPhone，它指的其实是苹果公司，所以说我们应该创建一个块，它的别名是苹果公司，来指向到这个实体，而不能复用上面创建的这个苹果页面，因为这个指的是水果的那种苹果。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两种做法，一种呢是我把它写成苹果公司，然后再通过这个 QRA 去创建相应的页面，并且在这里面创建这个链接，这是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这样操作的话，就可以看到会生成一个苹果公司出来。但是假如说我们还想沿用原先的那个苹果这个名字，只是说它指向的是苹果公司的那个块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先 undo 一下，我们可以选中这个单词，然后呢，我们不使用 Command O 这个命令，而使用它旁边的这个创建链接的命令。在创建链接里面，我们输入苹果公司，那显然现在还没有苹果公司这个块儿，所以说我们可以创建出来。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苹果的这个文字呢，它就会被创建成一个链接，但是它链接到的块儿呢，是我们的苹果公司这个块儿，而不是我们上面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块儿。虽然它显示出来的文字都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别名的作用是为了方便我们通过名字去引用某一个块儿，而这个块儿它可能代表了一个实体一个概念，所以它会有一个唯一的名字，或者是多个唯一的名字。通过这个别名，我们可以以打标签的形式去引用这个块儿，也可以以行内引用的形式去引用这个块儿。每一个别名都是全局唯一的，这个名字只能给予一个块儿，不能被两个块儿同时拥有。不同的块儿、不同的实体想要用同样的名字的话，需要通过改变链接上的显示文字，而它们的别名必须得是不同的。就像我们这里面演示的苹果和苹果公司这个案例。除了查询块对多别名有完整的支持之外，全局搜索对多别名也有支持。例如，虽然我们这里面的链接用的是想法，但是如果我们在全局搜索里面搜索思考的话，仍然可以找得到我的这条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集中看一下标签。在虎鲸笔记中，为笔记进行分类，主要是通过引用来实现，而打标签是最主要的一种引用方式。打一个标签是在一个维度上为笔记进行分类，打多个标签则是在多个维度上为笔记进行分类。例如，这里的思考是在内容性质的维度上进行分类，而精华标签则是在内容质量的维度上来进行分类。无论是在思考中，还是在精华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打了标签的这条笔记。那标签也有多种使用方法，一种是结构化标签，一种是标签组合，还有标签属性。那接下来我们会结合两个具体的场景案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三种标签的使用方式，它们各自的优缺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会议场景，我们来看一下在会议场景下面的结构化标签是怎么用的。那这里我们给出了三个示例。结构化标签本质上就是文件夹，它有一个类似于文件夹的层级结构，所以像文件夹这种组织形式的固有缺点，它也全部都有。例如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我想找出多个公司的多个会议，或者是多个项目的多个会议，就会很麻烦。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我想看所有公司的所有会议，也会很麻烦。在第三个示例下，同样有问题。如果我想看公司 A 的全部内容，那么用这种标签标记的笔记将不会被包含在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签组合。如果用标签组合的方式来做，则我们会打三个标签：会议、公司 A 和项目 A。它的好处就是它能够解决上面结构化标签的不灵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想看全部的会议，包括所有公司所有项目的，那么我只要查会议这个标签就好。如果我想看所有公司 A 的会议，那么我只要同时查会议和公司 A 这两个标签就可以了。所以它的灵活性要比结构化标签要好，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在于你需要手动去打这三个标签，而且你不能漏打。比如说你这次打了会议加上公司 A， 但是忘记打项目了，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后续再通过项目来进行筛选了。这在分类维度比较多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漏打，或者是打起来很麻烦，因为你要手动打三个嘛。另外一个标签组合的问题在于，它是只有文字表现形式的。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下一个周报场景里面会去展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用标签属性是如何来做的。如果用标签结合标签属性来做的话，我们大概会有三个标签，一个是公司标签，那么打了公司标签的就是公司，比如说公司 A、公司 B， 还有一个项目标签，打了项目标签呢，则是一个项目，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做公司。
而它的类型是一个块引用类型的属性里面存放的是对公司的引用。那我们还会有一个会议标签，这个会议标签里面会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公司，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是哪个公司的会议，还有一个项目，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是哪个项目的会议。而这两个属性都分别是块引用类型。那么我们来实际看一个事例，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需求研讨会，我给它打了一个会议标签，现在这个会议标签里面还不存在公司和项目这两个属性，我们来添加一下，选择编辑属性，添加公司以及项目这两个属性。类型选择块引用类型，而范围我们希望公司里面填的全部都是所有的公司，所以我们会给它一个范围标签，以公司这个标签进行限制。那目前这个标签还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创建。项目也是一样，那项目里面已经有了，所以说我们选一下项目。好的，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两个属性之后，我们去点这个小箭头，它就可以将我的这个会议标签里面所有的属性列出来。那我只要分别去填充就好了。所以标签属性解决了标签组合的一个容易遗漏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你打了这个带属性的标签，这两个属性就会被自动带出来。它告诉你说你要填充这两个内容，而不会像手动打标签组合一样容易漏打，或者是忘记了自己要配合会议使用什么标签。那我们这里面可以实际填充一下公司 A 和公司 B。那目前这两个，公司 A 和项目 A，那目前这两个选项的话还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创建出来。项目已经存在一个项目 A 了，那我们直接选择。好，刚才我打勾的那个眼睛，这里的两个眼睛，实际上就是控制是否要在这个块下方显示这个属性值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周报的这个使用场景。如果是用结构化标签来做周报这个场景的话，我们可能会打一个这样子的标签，就是公司 A 下面有周报，周报下面有年，年下面有周号。当然，它的问题还是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的那个问题，就是它不够灵活。如果我想看所有公司的所有周报，那么就不方便去找了。那我们再看一下用标签组合会怎么做。用标签组合的话，这一次我们就得打4个标签了，分别是周报、年2025和周01，再加上某个公司的标签，比如说公司 A。那这就是标签组合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它只有文字的表现形式，所以说我们要以文字的形式让它能够区分出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不能打一个周报，然后再打一个2025，因为2025太泛了，我有可能会其他的地方也用2025，但它可能不代表年的2025，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标签的名字上面来把它明确区分出来，说这个2025代表的是年，对吧？所以说我们前面要加一个 y， 而周也是同样的问题。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虽然比结构化标签更灵活，比如说我们可以组合，我可以用2025年组合周报来查出所有2025年的周报，但是它不能做，比如说一些更复杂的条件筛选，因为我们的2025实际上是个数字嘛，它代表某一年。那假如说我现在想要所有的周报，除却2025年的周报之外，那像这种的话，用标签组合就不太好表达了，因为你需要手动的把所有的什么2023年、2024年，甚至是1998年的全部都加上去才行。那这是标签组合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比结构化标签更灵活，但是灵活度有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标签属性来做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设计一个标签叫做周报，而这个周报里面有3个属性。第一个是公司，它是哪个公司的周报；第二个是年度，它是哪一年度的周报；第三个是周数，对吧？它是哪一周的周报。而类型的话，分别就是块引用类型和数字类型。然后，因为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块引用类型，所以说我们会给它一个范围标签叫公司。那我们下面就相应的会有一个公司的这样子一个标签。我们来看一下示例。例如，我们这边有一个标签叫做周报，那我现在需要把上面的这3个属性给它创建出来。我们快一些把它创建出来。与上面相同，我们写公司、年度和它对应的周。
我们把粘度往上调一下，然后都让它显示出来。公司的话，自然是要限制为公司，而年度与周都是数字。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属性设置之后，我就可以去点击这个小箭头去填充它了。那么，比如说它是公司 A 的，这是我们标签属性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你限定了范围之后，所有符合这个限定范围的数据会自动被预筛选出来。那么我们在里面直接选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进一步过滤，比如说第一周的。OK，那么采用标签属性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非常灵活的过滤。例如说，我们跳转到周报里来，然后在查询条件这儿，我们可以继续的给它追加查询条件。比如说，我们先把它的类型切换为匹配标签，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对标签属性进行进一步的筛选。譬如说我只想看公司 A 的，那么我就在这里面去填充公司 A，它就会只显示公司 A 的周报。当然，我们这里面只有一条数据，所以选这个其实也没太大意义。如果我想看某一年的，或者是不想看某一年的，比如说我们不想看2025年的，那么它就会把2025年的给排除，而其他年份的周报仍然会被包括进来。这就是解决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标签组合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周也是类似，甚至是我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好，所以通过这两个事例的话，我相信大家已经对这几种标签的使用方法有了一个初步的理解。结构化标签看起来好像对分类进行的比较完善，但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非常不灵活，对后续的查询的限制非常的大。标签组合呢要比结构化标签更灵活，但是它容易填漏，而且因为你可能记不住这个组合里面到底都用了哪些标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对数据类型的支持度不够，比如说它只能支持文字，那么像数字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数据类型的条件过滤就不那么友好了。那最后一种标签属性的话呢，它其实是补足了上面提到的标签组合的两个缺陷。第一就是它通过属性的方式自动的带出了所有你需要填写的内容，也就是你打一个标签，那么你就把所有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带出来了。那你只要根据这个属性模板里面一一填充就行了。第二个呢是呢，它在查询的时候呢，要比这种标签组合更灵活，因为它支持各种数据类型。当然，标签属性也可以以标签组合的形式去使用。这个并不是说你用了一个标签，带属性的标签，你就只能用一个标签。你可以组合起来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标签不带属性的，再加上一个带属性的标签，这种组合也是可以的。那至于怎么样子组合，是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先尝试只用一个标签，然后这个标签里面是有属性的。如果这个不能满足你，你可以再去继续使用标签组合的这种方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签的设计思路。那基本上我们在设计标签的时候，要么就是先设计好，要么就是后设计好。那这两种方法呢都有优缺点。如果是先设计的话，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重点思考有哪些维度需要在将来进行查询。例如我们的周报这儿，我们知道是说我们将来可能会按照年份来查询周报，或者是按照周数来查询周报，或者是按照公司来查询周报。所以这三个维度是我们需要加在我们的属性里面的。每一个属性其实都代表了一个分类的维度，这个刚才我们在讲标签的时候已经讲到了。第二个就是把这几个维度设计成这个标签属性，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先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思路，也就是根据我们将来需要用到的查询来设计我们的标签，而不是随意的想到有哪些属性就往上添加哪些属性，不需要查询到的属性就不要做成属性。好，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后设计，后设计就是说我可能现在并不知道说将来我要查询哪些内容。因为我对这个领域还不是特别的清晰，还不是特别的熟练，所以我可以按照直觉，按照第一直觉，先把这个标签建起来，先用着。然后当我用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些想法，那么我会发现它内在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去调整这个标签属性，比如说我可以增加一个标签属性，或者是没有用的这个标签属性把它删掉，或者是新设计一个
类型的标签属性，然后再把旧的数据往上迁移。那这种呢是属于后设计标签。至于采用哪种方式的话，当然优先是采用先设计，也就是说，如果你清晰的知道你将来要查询哪些维度，通过哪些维度来进行查询，那么你就先把它设计出来。如果你还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就使用后设计的方式。那这个后设计的方式会有一些迁移成本但是它是可以做得到的。好，讲完这个标签的设计思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标签或者说页面的包含关系。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过，标签和页面其实都是带有别名的块而已，所以它们两个是不做区分的，它们两个是等价的那么包含关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示例。包含关系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备忘标签，我有一个密码标签，那么我希望在看备忘的时候呢，也同时把所有的密码都看到，都查出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使用一个包含关系，因为就相当于是说密码包含在备忘里，那么我看备忘的时候就连带的也一起看密码了。那当你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它的包含关系来实现。那我们这里面有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密码和备忘的关系，那还有比如说分形，分形是包含于几何的，而几何是包含于数学的。所以当你查数学的时候，你希望同时看到所有的几何相关的内容以及所有分形相关的内容，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一个包含关系。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软件开发包含前端开发，前端开发包含 CSS。那么你任何打了 CSS 标签的笔记，当你在查询软件开发时候也会一起被带出来，当你在查询前端开发的时候也会被一起带出来。好，那这是这样子一个事例例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密码和备忘的关系，如果我想创建这个包含关系的话，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操作。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我在这个密码标签上面右击，然后选择配置标签，在配置标签最下面就会有包含在，我想把它包含在备忘里，所以说我搜索备忘，然后选择备忘进行添加，就可以形成这个包含关系了。这是一种做法。那另外一种做法呢，是我可以结合标签列表和我的这个标签实例，我把这个标签实例拖到我的备忘上，在标签列表中的备忘上，就可以快速的生成这个包含关系。例如我们在标签列表里面简单过滤一下备忘，然后我们将密码拖到它上面来，你会看到有个虚线框，你松开的时候就形成了这样子一个包含关系。这个时候，包含在标签列表里面就会以一棵树的形式去展示，所有包含于备忘里面的内容全部都会这样子展示出来。那如果还有东西包含在密码里面的话，这个密码也会是以树形的方式去展示，你也可以把它展开来看。好，所以这是怎么样子来创建这个包含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以页面为例的一个场景。说是页面为例，那其实是一个页面和标签组合使用的这样子一个案例。比如说，我们有《西游记》这样子的一个页面，那它里面当然讲的是《西游记》相关内容。我们也同时会有《西游记人物》《西游记地标》这两个标签。那么，《西游记》是一个页面，《西游记人物》和《西游记地标》是两个标签。这两个标签我会设置一个包含关系，让它包含在《西游记》里。也就是说，当你查询《西游记》的时候，你会看到所有《西游记》的引用，以及所有《西游记》人物。以及所有《西游记》的地标因为页面和标签，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不分家的，它就是同一个事物，它就是一个别名块，所以说它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包含。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创建并应用模板。这里我想创建一个叫做会议的模板，那它有几个关键的内容需要我去填充。那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模板呢？我们可以在块菜单中选择更多，然后选择用作模板。那它实际上就是为我们打了一个模板的标签，这个标签的名字我们可以在设置中的编辑器里面去配置。好，那当我应用这个模板的时候呢，它就会帮我填充下面的这段内容。这里我们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帮我生成一个对日志日期的引用。那因为它这边声明的是 date， 所以它生成的是一个对日志块的引用，相当于是一个日期的引用。那后面这个部分呢，跟的是一段自然语言，可以用中文，可以用英文，用英文的准确率可能会高一点。比如说我们当前是在15号的这个日志里，如果我们应用模板的话，它会对应到本周五，也就是19号这一天的一个引用。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子去应用这个模板。假如说我有一个二次需求变更会，我要套用会议这个模板，那么我们来到恰当的地方，然后用斜线命令去选择这个会议模板来套用它。那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在我们这个会议这个场景里面可能会更恰当一些。
是通过把这个模板绑定到我们的会议标签上来实现。我们来到标签列表，找到我们的会议标签，右击选择配置标签，然后在模板里面去套用这个会议模板。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它套用上了。OK，那么当我在应用这个标签的时候，当我在打这个标签的时候，会议模板的内容会被自动套用。这样我们就可以结合标签与模板来快速的生成结构化的内容了。好，那么到此为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关注点赞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